我们两个同时听到王母娘娘说这么一句话：生活没搞好，灵性都是屁。她的话有如炸弹，把我们轰炸到我们真的是体无完肤。信仰注重在人间，金钱可以去规划，天官五财神赌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就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哇，神明他也是有个性的呢。那神明的个性又是如何嘞？我这边跟各位做个故事分享啦。我小时候第一尊接触的神尊是关圣帝君，因为我妈妈的关系，我妈妈是台北姑娘，淡水人，所以小时候她就常带我到台北行天宫去参拜关圣帝君。我小时候看到关圣帝君，我都好害怕哦，他脸红彤彤的，然后有一股很威严的气场，在他面前就是要肃然起敬，就是立正站好，就像我这样坐好站好。我每次看到关圣帝君，我都好害怕哦。其实最主要他给我们的感觉，因为毕竟关圣帝君他是属于武将战士，他又带地字辈神尊，所以我发现带地字辈的神尊他有威严，有那种统御一切的状态，就像你看到高级长官来参访，你就是很自然的由衷的肃然起敬。然后再来看到关圣帝君还有一个状态就是说，当初我父母都是创业的人我觉得关圣帝君求财的部分也真的都很灵验包括像我妈妈问一些关于事业的发展、家运的发展走向、关于生涯规划的，真的都很准。这是我接触到关圣帝君的经验。再来呢，我就接触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让我感觉到是非常的严格。我在为财神爷开始做服务，我感觉到神灵的状态就是有一句话可以讲叫慈父严母。其实发现男性神尊都还蛮温暖的，像暖男，但是呢女性神尊都很严格怎么说呢？我跟各位介绍我所接触的王母娘娘的状态。王母娘娘她18岁就是我的灵性导师啦，她一直要我要出来为大家做事，但是我一直是抗拒的。后来呢，我开始为财神爷服务，大概24岁过后，每一年我都会去拜王母娘娘，到花莲的总庙去拜她。王母娘娘呢很严格，我每次到她的庙里我都会有灵动现象。这个灵动现象换比较科学化的说法，是我们内在的灵魂的展现王母娘娘就像老母亲一样，看到她也是会肃然起敬啦。但是呢，她跟关圣帝君的肃然起敬又不相同应该说，我看到一个很严格的母亲，我们就会很乖巧的在旁边乖乖的安稳的坐着，不敢乱动有个很特别的经验，我曾经带着香港的财神粉丝来到台湾，他那时候跟财神爷学法，来台湾求法，其中有个行程就是到花莲的王母娘娘总庙去参拜。当我们跪下来，我们两个同时听到王母娘娘说这么一句话：生活没搞好，灵性都是屁。我们两个听到这句话就像爆炸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属于灵性工作者，他的话有如炸弹，把我们轰炸到我们真的是体无完肤。但是他无非也是要我们更好。还有像骊山老母地母娘娘九天玄女、九天娘娘嘛我跟你说，我说到这个母娘我都很害怕，因为都是严母，每个都很严格，我真的就像小孩，我都不敢乱动，然后我都头低下来，我都这样然后在他们面前，我们就是不由得开始检讨，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我是不是哪里做不够这是我感受到的母娘他们的个性啦。好，那后来我们再讲讲我们的财神爷。那我所认识的财神爷他求财最厉害了，包括生涯规划，但是他认为求财这件事情要圆满，要和谐，这样财进来的才会快。所以呢，我发现财神爷跟王爷们给我的感觉就像哥哥们，譬如说各家王爷、池府王爷李府王爷众王爷们就好像我们的青壮年的男士，他们都要很努力在他们的事业里头，在面对这个人生的路程，有热情，有热心，也努力冲闯，也有情义，也有忠义。所以其实我发现到这些男神们其实很温暖都很有爱也许可能我们乍看他的神像觉得哇很威猛，但其实没有，好温暖真的像哥哥好，那再跟各位讲我接触到的太子爷。太子他就是孩子嘛，孩子成神成仙嘛，所以其实太子爷他非常的纯真、开心、开朗、活泼，他就像孩子王。每次他上身的时候，我都是队伍那个走最前面的那个人。平常我走路就你知道吗，百斤慢慢走。可是太子只要一上身，我就又跑又跳，然后永远都是队伍的最前面那个开路先锋，引领大家往前走。就那时候已经突破人体的肉体极限了，都可以展现出最快的样貌。好，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太子也是开朗、开心、活泼的，也可以感觉到他是非常的有爱心的，很单纯的。所以我过去我所认识的太子爷，有时候讲到这一点我都替他舍不得。有时候财神粉丝很会问，他遇到什么事情就问太子爷，一定要指明太子爷。为什么？因为太子爷很单纯，你问他就说。所以呢，常常说完之后，我发现怎么这圣旨太子爷都没下来，然后他在空中告诉我，因为说太多了，在
天堂寿法啊，舍不得。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那这边呢，也跟各位分享我接触的狐仙娘娘哦。过去人家都说狐仙娘娘是狐狸精在此我一定要帮他证明一下，不是如此。我自己本身在我的服务处，我也有供奉狐仙娘娘啦。那时候因为我在大陆有工作，也是做灵性服务，刚好大陆那时候设一个叫宗教局，开放台湾人去拿道士执照，然后那时候我就到江西龙虎山，就是道教的本源处啦去参与活动，然后拿道士证回来。我就在龙虎山天师府拜了狐仙娘娘。天师府是这样的，当初东汉的时候，皇帝封张天师为国师，张天师可厉害了呢，他一代传一代，传到民国年还在传承，他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还厉害，他们没有叛变的所以是很厉害的传承然后当初呢，张天师在东汉的时候，他是封狐仙娘娘为护法神，道教护法神。那这边跟各位说一下，我所认识的狐仙娘娘，她根本不是狐狸精，而且她最讨厌狐狸精。每次有狐狸精那个角色来参拜狐仙娘娘就噼里啪啦把她骂到臭头。其实狐仙娘娘是很正派的我这边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狐仙娘娘她的过往。我们都了解财神爷是商朝武将赵公明，关公是战国时代的人物，那狐仙娘娘是早于这两尊神尊之前也就是说夏商周之前还没有出现这些历史人物让人们来信仰的时候，人们信仰的是动物灵，他觉得动物灵有 power 有力量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其实关于狐仙的经典记载也说过，过去狐仙是无狐不成庄没有狐狸的守护这个村庄没有办法圆满狐狸是会保护大家的，而且会帮大家顾着农作物所以狐仙娘娘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感受到的狐仙娘娘根本一点都不狐狸精。我记得当初2015还是2016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叫《犀利人妻》，是2010。那个时候这一出电视剧他把狐狸精形容成小三，所以那时候狐仙娘娘告诉我她的红发天年来了。我说为什么？她说过去人们都把它讲成狐狸精，现在狐狸精这名字被改掉叫小三，还真的。你看你现在说小三你会讲狐狸精吗？没有啊。所以狐仙娘娘说终于她的正法红发时期要来了。那其实真的在过去远古时期这样的华夏民族里头，她就是我们的神明很有 power 力量的所以这边要帮她证明说明一下。好，继续跟各位分享我所接触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也很厉害怎么说厉害？同样的在我的一个生命过程里头，只要有认识到有地字辈的神尊，我们真的是肃然起敬，做都做好，不敢乱动因为那种地字辈的神尊就是有那种威严。好，那关于玉皇大帝还有玄天上帝我这边要跟各位说明一下玉皇大帝很厉害的部分在哪里。玉皇大帝掌管人们的一切嘛，所以如果各位想避免掉一些灾难灾祸建议你们去 Google 寻找玉皇上帝的庙。通常大庙里头都会有解灾解难的法会，而且法会都不是收千收万的费用都是属于随喜结缘。所以这边跟各位介绍玉皇大帝，我觉得他很慈悲部分是他可以帮大家解难，大难化小，小事化无所以这是我感受到玉皇大帝的慈悲。再来呢，我也感受到玄天上帝的厉害。怎么说？玄天上帝呢，他的左右护法神有一尊就是财神爷，有一尊是二郎神君。所以我发现我看到玄天上帝就像看到更高级的长官。也许财神爷是我老板的话，玄天上帝算是我们背后的大金主啦。大家看到他有肃然起敬。玄天上帝他降妖伏魔非常的厉害，他脚踩的是乌龟跟蛇，所以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人事物，只要到了他的总庙来参拜都会被降服掉一些不好的能量。特别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鬼魂问题借由玄天上帝的加持，真的是都离开。所以这是我体验到的玄天上帝。好，那再来也跟各位分享像虎爷动物灵的虎爷因为财神爷的坐骑是虎爷，他的样貌也是属于就是很威武的，他也是可以降妖伏魔的。我们说的一些不好的灵魂看到他们也是会害怕的。然后呢，虎爷的个性状态其实就像有两个样子。当他没有在发神威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就像好可爱的猫但是那个是大猫好可爱的大猫但是当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到哇，完全就是动物的勇猛展现出来。那个勇猛真的是会破除一切不好的状态。众神性格盘点，谁让你最有感触？留言告诉我们，也别忘了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下集内容更精彩。我说土地公你不够意思人家财神爷妈祖婆都给我圣杯说傍晚我们富贵会回来，为什么你跟我说他不会回来？大家都帮忙，就你不帮忙，我就这样跟他吵架。